主播你好，你好呀。下周看五月天演唱会吗？我很少看演唱会，我就看过一场演唱会，然后我觉得有点不耐烦。我看那一年的演唱会还3、4个小时，我就觉得太长了。现在可能2个多小时了啊。但是这演唱会我有点没耐心。你要是拼盘的我还行，你要是那种就是单不楞的，不行。就是一个歌手唱一晚上，我会觉得很累，就是我听着很累，然后我坐着很累，对。没耐心，对，可能自己是一个比较粗浅的人，就是整不了这些，对。小大夫在上班啊。有些孩子就是没有生活嘛，你班吗？哎，北方大叔。能听见伴奏声吗？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人生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好的，家人们，你也想开直播的话，你也想唱歌的话，我这个声卡推荐给你啊。有一人，你说即将要离去，我会迷失我自己，走入无边人海里。不要什么诺言，只要天天在一起。我不能只依靠
逃，偏偏回忆活下去。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情意。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有的人说你怎么带货了呢？谁嫌钱多呢？对不对？是不是啊？现在经济多不好啊，对吧？咱们带的货也是正常，对不对？你因为我的带货跟别人不一样，我不是干巴的卖，我就是那个给大家演示。你比如说我这个眼镜啊，我这个眼镜，哎，我就给大家戴，因为我自己也戴啊，这个眼镜。在咱们这个链接里边自己去找啊。接下来给大家带来这个产品是什么呀？这个是那个声卡，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声卡。特别是我觉得就是看我直播有很多人，就是因为我的熏陶和影响，都做了主播了。哎，但是有些主播呢，他就是买那些声卡都齁贵齁贵的啊，他买不起。那有的人就说那声卡太贵了，我也不一定能赚着钱，那咱们买那么贵干啥呀？因为现在市面上就那些就是稍微专业一点的，都是声卡1000，话筒1000，就是大概2000块钱，你们自己去搜啊，都是 A8什么的，A8它就是这个价格。那其实我说实在的，因为我总用声卡，然后我就发现这声卡这个东西总坏，那怎么办呢？那我就买个便宜点的呗。所以你看我就自己买了一套这个声卡加麦克风，200多块钱。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你坏了，我说实在你坏了也不心疼，但是这个你看我用这么长时间，我每次唱歌效果都非常好啊，唱歌效果非常好。就是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就什么是声卡啊？声卡是什么东西？有的人不知道声卡是什么东西。声卡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声音处理器。所以它叫声卡啊，它是声音处理器。怎么个声音处理器呢？就比如说我们不用麦克风的话，我们可能就收音效果不是特别好，而且你的声音没有变化。有了这个声卡以后，它会有什么变化呢？首先我们就有混响了。1、2、1、2，好，1、2，哎，大家看啊，它就是有混响了啊，有混响了。混响我可以减小，1、2、1、2、1、2、1、2、1、2，哎，它现在就是这个混响就特别的小，哎，它这个东西它可以就是混响，它可以变大变小，哎，就是有的人可能唱歌就是不太，有的人唱歌不太那个自信的话，那你就是这个是那个混响你就调大一点，因为什么呢？你混响调大了，你跟音乐就融合了。要不然的话，你这样，你看我现在的这个声音，可能大家都知道我唱歌好听，
那我的那个混响就稍微小一点。但如果说我今天这个嗓音条件不好啊，嗓音状况不好，哎，那我就是混响调大一点。一二，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可能我演示大家感受不到这个效果啊。比如说我唱一首歌啊，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来。好，我接下来给大家演示的就是我不开混响唱这首歌是什么感觉啊？原声了啊，现在是没有一点混响。看不穿是你失落的魂魄，猜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一阵风，一场梦，爱如生命般莫测。你的心到底被什么蛊惑？我开回响。你的轮廓在黑夜之中淹没，看桃花开出怎样的结果？看着你抱着我，目光似月色寂寞，就让你在别人怀里快乐。爱着你像心跳难触摸，画着你画不出你的骨骼，记着你的脸色，是我等你的执着。你是我一首唱不完的歌。好，这就是用完声卡的效果和不用声卡的效果啊。就是其实大家可以就是自己选啊，自己选。就是说我就觉得说我非常的自信，哎，我唱歌我非常自信，那我就不用那个就是说那个混响，那你这个也完完全全可以实现。哎，你完完全全可以实现，就是声卡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声音的一个处理器，它就是柔和一些。你加了混响以后，就是跟这个音乐更好的融合。你要不加的话，声音干，然后这个伴奏干，它俩就是是两个个体。你要加了混响，就好比就是我有一些润滑的一个作用，它就融入进去了。啊，它就是融为一体了。所以就是说，哎，你有这个声卡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就变化的就是让你唱歌你就会自信好多。而且声卡还有一个功效是什么？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啊，就是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看那个歌手是不是？你们知道歌手就是每次就是在歌手的舞台里，他们为什么要戴耳机吗？谁知道？就是歌手的舞台，你们会看到那英、杨丞琳他们就是都戴个耳机，你们说为什么？谁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在专业的那种演唱会啊，包括就是演唱的那种音乐节目啊，都会耳朵里塞个耳机，为什么？耳返，对，就是耳返。所以就是你要是没有声卡的话，我们说耳返是怎么反过来的呀？它是有一个声音的一个处理。啊，那我们正常就是唱歌，我们唱歌就是在 KTV 里唱歌，几乎是没有耳返。耳返是那个也算是耳返，但是耳返它那个耳返它听不清，因为它是一个音响。你像我们就是做酒吧，我们都知道，就是歌手如果说你不带耳返的话，那你必须得在那个脚边有一个耳返，那个耳返是一个大的一个音箱，这个音箱给你反声音。啊，要不然的话，你想想，酒吧人那么多，那么杂，然后舞台那么大，就是歌手的那个伴奏声音也大，那我怎么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呢？听不到，所以就需要一个耳返。那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一个耳返。哎，就是这个声卡带来的一个耳返的一个效果，我们插上耳机就可以了。那你们看到我现在就用的这款啊，这个声卡。
它完完全全的是省略了那个就是声卡，就是大型的声卡和那种就是盒的，还有那个手拿的那种声卡，我省略了，因为我这是一个处理器，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处理器。我现在给大家看不到，就是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链接，因为我现在在插着呢，我就给大家演示不了。你们看到这个这个我给大家那个说一下，就是我这个链接上面呢有一张图片，第一个是这个遥控器，这个遥控器是处理什么呢？哎，处理就是声音的。哎，我们看一下，一二，哎，它就可以在这个混响和原声里边来回的跳。我们还可以变声。一二，看着背影想你，前阵子听朋友十一起你，周30，对，他就哎，它就可以变，哎，它就可以变，再变。啊，大家好，哈哈哈哈哈哈！对，它就可以变。一二，苏醒吧，对，他就是那种对吧？他就可以来回的变就是你们听的苏醒了，对，就是那种感觉啊。男神，就是男神是什么？男神是那种气泡音，千万不要你的老公在你身上闻一种异味道，对，它是有一种气泡音啊。对呀，是不是？它就是一个变化的一个作用啊。我们还有什么功能？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还有一个降噪，一二，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室外的时候啊，就是会有很多的声音，然后这个声音会通过这个麦克风，然后就是传到那个就是观众的耳里，那我们有一个声卡就自动的把它降噪了。这回能明白吗？它这个声卡，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东西，它能处理好多好多事儿。比如说我降噪啊，比如说我混响啊，比如说我变声啊，比如说我升调、降调，这个声卡是非常非常，就是它是包含很多的功能。比如说我们还可以什么呀？就是我们还可以就是说有一些声效。大哥，欢迎你，感谢你来我这里。大哥，欢迎你，等风等雨等着你。对，它就是有各种特效。这就是声卡，但是我们之前用的声卡，因为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跟声卡打过8年的交道了，9年的交道了，我一直在用声卡。但是你们看今天我就不用那种大型的家伙，我就用一个遥控器。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声卡也就是更新换代了，哎，它也是在进步。之前可能我买个声卡700-800块钱，我买一个声卡加一个那个麦克风，因为麦克风这个东西它是比较贵，比声卡还要贵啊。麦克风好的麦克风非常非常贵啊，可能就是像我们就是酒吧专业的那种麦克风都要1000块钱以上。啊，就一个小小的麦克风，不带线什么的啊，就1000块钱以上的那种那种麦克风啊。那我们直播的话，我觉得花1000块钱买一个麦克风太土逼了，就是太傻了啊！我要花个1000多块钱买个声卡，我就觉得，哎呀，万一我就赚不回来这个钱怎么办呢？就是想做直播的一些朋友都会有这个疑虑。所以我今天我前一段时间我就自己买了这么一套声卡，你看299包含了什么？一个麦克风，还有一个遥控器，还有一个无线的一个声卡。这个声卡非常的简单，我告诉你，这个操作比那种就是那种声卡要简单的多。就是它就是插在这个手机的下面，然后它是那个就是充电的那个位置，你把它插在这儿，然后这个麦克风一打开，你就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然后也可以就是说声音的变化，包括呢，你可以就是说有一个麦克风，这个麦克风收音非常好，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为什么我喜欢用这个麦克风。有的人说就是我相信这里也应该有做过直播的，有的直播的那个麦克风啊，就是你稍微远一点，它收声收的特别不好。
所以你就唱的特别费劲。你们想一下啊，你们想象一下，就是说，比如说我麦克风拉远了，看不穿是你失落的魂魄。哎，我这么远还能收到，你们能懂吗？我这么远还能收到。但有的人唱歌就得这么唱，看不穿是你失落的魂魄。对，他就得这么近。那你想想，那我们高音的时候，那我们不可能这么近吗？我们高音的时候，我们都会得就是抬一下头，或者说就拉一下麦，要不然就声音就爆了。所以这个麦克风就完完全全的就是解决了这些问题。它就是非常的远的，它都能收到这个音。比如说，我给大家唱这首歌，大家就能感受到这个收音有多好。哎，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来。我现在就是一个调整的一个模式啊，专业。因为我唱歌比较好听，我混响稍微开的低一点。承诺我已说出口，沉默把时间偷走，回忆它在我左右，计算着情愁。缘分还没到尽头，只要你继续牵手，我们让爱慢慢成熟，直到天长地久。你松开我的手，心一直在颤抖，说着分手的理由，我全都不能接受，退后。为你放弃了我所有，只想你能回头，就当一切重新来过。你的吻还在我左右，刺痛伤口，我已无力解开忧愁。为你放弃了我所有，只想你能逗留。爱情虽然不能强求，就让我承受，许下那赌咒，我愿做你爱的死囚。哎，就是你用了声卡以后，这不一样，你知道吗？声卡它这个东西，它就是这么远，它都能可以收到声音。哎，12，你看这么远，就是黄岐山，我就这么说吧，孩子们，黄岐山，你知道它为什么可以拉麦拉那么远吗？首先，它声音足够大；第二点，它的麦克风一定是好麦克风。你要是像咱们这种就是普通的那种叫耳机你稍微离远一点它都听不见，所以这就是麦克风和声卡组合的一个效果。哎，像我这个，我觉得我这个你看200多块钱的一个麦克风啊，200多块钱的一个声卡组合加麦克风，那它是什么好啊？它肯定是麦克风好，所以就是你200多块钱，你首先你都买不到这么一个麦克风，结果呢，你还能买一个声卡，就是而且这个声卡它不像那种就是就是那种一个小机器在那儿，我这个可以户外播，我可以边跳边播，边跳边播，唱什么都觉得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对，你就可以就是你边唱你边跳，就是怎么样，这都要这个闹就是怎么样，你都可以。这就是这个声卡牛逼的点，而且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非常便宜。你们自己去对比价格，如果说你们能买到一个299，能买到一个麦克风，我都算你们本事。对，它是蓝牙的啊，它就没有那种各种复杂的线呐，然后那种就是乱七八糟的那种调试啊，你拿到了你肯定会用。现在小朋友都聪明啊，你要是年纪大的，你让你的那个干儿子，或者说你让你的小 baby 啊，你让他给你调，非常非常简单，你就插上，然后你把充电，非常非常简单。你这个东西你就用去，你要说你花1-2千块钱你买，我觉得太夸张了啊！特别是没有做过直播的，你花1-2千块钱，你真的是，你有多少钱？对，你看我现在推荐的产品啊，我带的货都是那种经济实惠型，
对不对？哎，经济实惠型啊，插哪儿？插插你手机下面，嗯呐，这是插你手机下面，对，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啊，就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你要有这个直播梦想的，你像那个副校长他就是用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副校长他就是专业的那种主持人，然后他的那个麦克风可能都是自己带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自己带的，因为专业的主持人，而且他还唱歌，所以他对这个麦克风啊，对声卡就是比较，对他比较就是说看重，对对，他比较看重，那他用的可能不止2000块钱的麦克风了都啊，就是这样，就是你专业做麦克风的，专业做音响的，你们都知道一个麦克风有多少钱？哎，200多块钱，你买一个声卡加麦克风，太划算了啊！好的，咱们这个产品咱们就过了啊，没有人下单，咱们过，因为会引起大家的反感。真的会引起大家反感。那咱们就是说，赶紧过下一个产品。有人说你今天是盲人按摩吗？不是啊，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什么呀？带来一款什么？带来一款墨镜。昨天我就找这个墨镜，我就没找着啊。这个墨镜我给大家推荐一下，39.9块，就40块钱的一个墨镜啊。首先我们看到就是它这个，因为我这个角度，它可能就是对着那个窗户，它有光。但我正常我是那种纯黑超大的这种墨镜。哎，我开个车呀，哎，比如说我出去玩一下啊，我太阳光晒得我眼睛疼，我们就戴这个。特别是你去海边，海边都是波光粼粼的，哎，你伤眼睛，你就戴这个墨镜。哎，纯黑，而且没有边框的那种。我觉得现在的墨镜啊，这还是挺老土的，它有点复古，它就有那种边框。我们现在都不喜欢边框，我不喜欢边框啊，我就喜欢这种纯颜色的，没有 logo 的，而且就非常的简洁。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的就是百搭。你黑色的墨镜，你别买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你买茶色的。茶色其实是时尚的产物，我觉得一般人还驾驭不了。你就买这种纯黑色，孩子们，你就买这个纯黑色，39.9块啊！你买一个纯黑色，包括你自己有了，那你可以送别人。我这个是昨天我收到货的，哎，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装，你送人完完全全没问题，非常非常的洋气。你们看这个 logo，看这个盒子，它就是会有一点点小品质在里边。然后我们打开之后啊，我给打开之后，它是有一个皮套的，它是有个皮套的，对不对？哎，它是纯白色，你看它就会很会搭配，你知道，就是有的商家他那个盒子乱七八糟的，包括这个东西也乱七八糟的，就是不显高级。我们拿到以后，哎，里边会有这个眼镜布，然后会有2层的这种就是防尘膜，还有一个这个眼镜包，哎，这么一个40多块钱，你说谁信啊？你送别人，别人都不信，这才40块钱啊，39.9块。我不知道你们看的价格是多少，我看的是40块钱啊，我买的也是40块钱。嗯，一个墨镜啊，一个墨镜。如果你需要的话，哎，你可以买一买，你可以送一送。哎，因为我还是那句话，有的人可能看不上我这带货带的这个这么便宜的东西。刚才那个声卡也是太便宜了，然后就怎么样。这个声卡我用了多长时间了？我已经用了2、3个月了。然后包括这个墨镜，有的人就觉得说太便宜了，我不想要啊。现在我说实在的，就赚钱不容易。你看百里屠夫啊，酒吧老板啊，有房有车，那我现在不也带货呢吗？就是咱们生活压力就是大，能省一点是一点。咱们在生活必需品里边，咱们就是选那种性价比比较高的。我说实在的，那你说你买东西你不讲究性价比，你讲究什么？对不对？你现在不是一个就是那种就是哎呀拍个照片然后就是哎在那块装是怎么样？现在
没有人比这个。我现在身边有钱人都比的，就是你知道我身边有钱人都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哎，你看我这衣服好不好看？我说，哎，挺好看的，巴黎世家的那个新款，假的啊？你怎么穿假的？哎呀，谁一直买真的？那我们周边都是真假参半啊！你们也是这样，其实我也是这样。对，我们其实就是这么。对，我们就是这么买东西，我们不会就是说，你真的以为就是那些有钱人全买真的吗？啊，你们真的这么觉得吗？你们知不知道，就那种就是卖那个 A 货的那种小包的客户群，都是那些有钱人。谢谢。要不然那些 A 货谁买呀？那不都是那些有钱人？你说那个没钱的，他们都不懂什么是 A 货，他们也，哎呀，就是也分辨不出来，都是那些有钱人买的啊。有钱人他不一定一直有钱啊，是不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就是，哎，其实买东西啊，我建议大家就是什么呢？就是，哎，偶尔的咱们就是说买点便宜的，性价比高一点的。对不对？性价比高一点的，对不对？哎，这套装备，他以为他要上直播了是吗？哎，我无力吐槽，哎，太二的啊，咱们太二的那个就是太二的那个酸菜鱼的那个，就是那个顾客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在实体店就是吃太二鱼、太二酸菜鱼的时候。那个米饭呐，一碗米饭就那么一点儿，结果我今天点他家外卖，我就很怕就米饭不够吃，结果这么大一碗，而且他们店里是那么一小碗是5块钱，他这是4块钱，4块钱能装2碗5块钱的，我他妈点了2碗，你看怕不够吃，咱们就说，哎呀，这些人就是气人呐，我自己吃2碗。晚上我有一顿应酬局，但是呢，就是晚上就是喝酒的局，所以我先提前垫吧点儿。这么多哪里多呀？哪里多？我都哪里多了？我就点了俩菜啊。我这一天这么有钱，我不能点俩菜吗？我这都老有钱了，我都。你别看我在这特别心酸，在这卖货，我老有钱了。你那为什么？咱们就说，你说小大夫人家眼睛也不瞎，为什么跟我在一起？还不是我对他好，对不对？那你说人小大夫人长得那么好看，为什么跟我在一起？对不对？那肯定是我对他好，且我大方，对不对？那咱就是有钱，咱们吃俩菜，哎，啊，酸菜鱼非得吃太二吗？我觉得酸菜鱼里边太二最好吃啊，我是这么觉得啊，我不信那个就是什么网红效益，但是我真的就觉得太二是酸菜鱼里边最好吃的，酸菜鱼里边最好吃的啊，我是真这么觉得，因为我也吃了很多年的酸菜鱼，我之前爱吃那个川菜里边的酸菜鱼，直到我吃了太二家的酸菜鱼，我真的觉得好吃。怎么打开呀？又换包装了它。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收音效果有多好。我就把手机放在这儿，把那个麦克风放在这儿。
哎，我们开始吃东西了啊！它收音好到这种程度，我把墨镜摘了吧，有点太黑了。一个酸菜鱼，一个麻婆豆腐。然后我最近因为我是东北人，所以就是我特别喜欢吃酱。然后呢，我在网上买了2个酱，我不知道大家东北的人会不会就是吃过啊？一个香旗酱，一个叫天津蒜辣酱。有没有东北人吃过这2种酱的？就是香旗酱，我觉得东北人都吃过吧，香旗酱都吃过，天津蒜辣酱真的是我们小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家里穷啊，没有钱买菜啊，就用这个天津蒜辣酱然后抹馒头吃。我都已经至少15年没吃了啊，15年没吃了。天津蒜辣酱，我们尝一尝，也不知道是不是会跟小的时候一样。大米真好，尝一尝这个酱，这个酱就单独这么吃。比小的时候要咸了，还是因为我最近在深圳，口味比较重啊，比较淡了。因为最近就是抖音上都是东北人下大酱，总能刷到，我就说馋了，吃个鱼。2次发泡和5次发泡有啥区别啊？什么叫2次发泡5次发泡？我买的那个洞洞鞋没发泡啊，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洞洞鞋怎么会发泡啊？最近就特别爱买这个农副产品。这个是我们东北的那个铁，就是什么绿皮球柿子啊，绿皮球柿子。你别看它轻轻的，普通款和旗舰款，你就买普通款。孩儿啊，你就买普通款。你买那个旗舰款，我觉得是不是贵一点啊？我在买这个鞋的时候没有旗舰款，我的那个就是普通款。我买了2双，就是普通款，别买那个旗舰款，旗舰款可能我没穿过啊，我没穿过。铁皮柿子，对，非常非常甜，就是你们在视频里看就可能没熟，但其实它特别甜，酸甜。在冰箱里冻的，特别凉。
就我每次去吃泰二我都吃不饱，我觉得泰二的东西有点贵，确实是好吃，每次都吃不饱。我不知道你们有这种感觉吗？小大夫还没下班吗？谁5点下班啊？你见到有一个工作5点下班的吗？你不用杠，你没出过社会吗？你觉得你以后找个工作会5点下班吗？你有这种自信，你会找到5点下班的工作吗？啊，这个好难吃，就有胡椒味儿。他不是双休，他的工作就特别奇怪，就是，他又不是主要岗位，但是他总加班，然后他们加班也没什么事儿，你知道吧？是不懂，所以我就劝他，就是什么，我就劝他辞职。我说你，我说你赚着一个月赚点钱。他最近看那个《玫瑰的故事》，他就有那种就是想做都市丽人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加班费，我没问，就是他赚的钱，我1分钱我都没花着，你们懂吗？就是他偶尔的，就是说，比如说，哎，他突然有一天说那个走，咱们去吃日料，因为他知道我喜欢吃日料嘛，他说走去吃日料，我就知道他今天开工资了啊，要不然我都不知道。就是他钱他也不上交啊，他也不就是有的时候我俩一吵架，我就说天天那个破工作，完了天天他妈加班啊，你是赚了多少钱似的？我可1分钱没花着，我说家里的那个水电你都没出过吧？我就这么我就这么诋毁他的工作，因为他的工作就是嗯去了啊，就是五险一金，就5000多块钱啊，就5000多块钱，咱也不知道这个工作有啥留恋。而且他不是那种科室，你们懂吗？他不是那种就是，比如说骨科呀、我内科呀、外科，他不是，他是那种行政。所以说这个工作吧，谁都能干。第二点呢，它晋升空间就比较难，它不是通过考试你就能涨工资的，嗯，所以就是你知道，就是他身边，因为我有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们这行这么点钱，为什么有人做呢？他说图安稳。我说那能不能涨工资啊？我说能不能涨工资啊？他说，嗯，有的干了7、8年了，然后涨了1、2千块钱，后来就辞职了啊，就是干了7、8年了，然后涨了1、2千块钱工资，最后辞职结婚去了。我说那你7、8年你涨1、2千，那你坚持什么劲儿啊？你知道吧？就是物价7、8年1、2千都涨了多少了？你们能懂吧？所以我就说，我说那你这工作你就辞了吧。他其实就是会觉得说，嗯，还有就可以考别的。
考别的，他能考上吗？你在哪个城市啊？我们在深圳。辞了感觉多焦虑啊。那就好比就是你男朋友在外面做零了啊，就好比说你男朋友在外面做零了啊，然后你心里就觉得，哎呀，跟他在一起，他肯定还会出轨，但是呢，你又觉得说，哎呦，好不容易有一个瞎子看上我了，就是你自己怎么想这个事儿啊？我的态度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样的男朋友不要也罢，哎，因为我觉得我自信，然后我就是我找别人就可以了，或者说我不找了，我就可以了。但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啊，好歹他是个活的男的，对吧？他不一样的，你知道吧？人的心理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就会觉得说，你如果说对你现在的生活就是不满意的话，你可以换一条路啊，你可以换一条路啊，是不是这么个简单的道理啊？你怕这个东西啊，对不对？嗯。可以找其他的，但是要生活呀。活的难啊，刚找到工作太难了。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有多少人现在觉得找工作难？来，就是觉得找工作难的，我就扣个一，我来看看，来，找工作难的请扣一。来，我看看有多少人觉得找工作难。嗯，没事儿，咱们畅所欲言啊。你要觉得找工作难，你就扣一。嗯，我看看有多少找工作难的。嗯。对你来讲有点难啊，都觉得难。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觉得找工作难的，你们就仔细听我说的话啊，你们根据我说的话，你们去来说，就是说你们觉得找工作难是因为这个工种不需要人了，还是说他也需要人，但是工资比你预想的低，所以你觉得找工作难？孩子们，就是我真的想问一下，就是说你们觉得是这个行业不需要你，还是你觉得工资太低了？来，你们回答我。我想听听是不招人了，那这个行业还招不招了？就是这个行业还需不需要人了？就是你说你建筑行业，你是这个行业都不需要人了吗？以后都不招了吗？你们就回答我这个问题。这个行业它是不是还在发展，还在需要人？是不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啊？越来越少，是不是啊？哎，越来越少，那就说明就是你的能力不行。你的能力不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啊？要不就提高自己，要不就转赛道啊。你们能懂吧？你们能懂吗？你们能懂我说的吗？比如说，就这个行业，你会觉得说这个行业不需要我了，我老了啊，那我转赛道行不行啊？啊，我转赛道行不行？或者说我提高一下自己行不行？啊，可不可以？大家就告诉我可不可以？就是你们不要回避这个问题啊，你们就跟我说，就是说可不可以？可以是不是？哎，那说白了就是你们自己就会觉得说，我学了这个专业啊，你就觉得说我学了这个专业，我做其他专业不行，那跟小大夫是一个思想。怎么不行啊？谁告诉你不行的呀？
不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吗？比如说，就是刚才有一个朋友说啊，那个别人说那个就是不招了，不招了，你就要考虑他是真不招了，还是只对你不招了。有的人可能就说啊，那个这个已经招满了，其实是看你的简历，觉得就是可能觉得你有点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啊，达不到自己要求。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提高自己，哎，你就提高自己，你就进修啊，哎，或者说你就是你换一个赛道，你就说是这个行业可能，比如说我是那个做模特的，但是我没有腿，然后你一直都觉得说，那我学就是学模特的呀，我只不过就出了点意外，那我没有腿了，那我们就换个行业，对不对？那你不能说就是说你一直是适合这个行业，而且模特行业它也是有年龄限制的。那我做不了模特，我做模特老师行不行啊？不要活得那么死板，对，不要活得那么死板啊，对不对？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就是你像小大夫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你看他这个工作，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是这么个事儿，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哎，我要丢了吧？我觉得，哎，那个好像那个就是干了这么多年了，也有感情了，而且不想变化。那你不想变化，那是理由吗？咱们整个的社会都在变化，整个的地球都在变化，你生态在变化，你的环境在变化，包括你的人心在变化。你想找个工作，然后你想找个单位，你 cos 他是吧？啊，换的话只能换不要求专业的工作，没有专业壁垒的工作没有专业壁垒的工作更难。嗯，哎呦，就是你们跟我说这个，比如说辽源说这个话，我是一点儿我都不认同啊。辽源，你跟我说的这些话吧，我一点儿我都不认同。为什么不认同呢？辽源，你听我说啊，辽源，你听好了，我跟你说，就是我为什么不认同你这个话，因为我觉得现在所有的行业里边都涉及到一个行业叫销售。你就算是做产品，你也需要销售；你在银行里你也销售，你在医院里你也有销售啊，你这在不同的那个企业里边，你都有销售部门。我们说销售部门，你就是要懂这个行业里边的一些这个产品的一些知识。但我们要把这个就是说就是比如说我是做医疗器械的，我要把心脏搭桥手术学明白吗？我们需要吗？我们需要吗？不需要。我再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说百里屠夫，我跟大家说一个简单的一个事儿，就是我初中没毕业，我初中没毕业啊，但我这么多年我做过好多的事儿，我做过就是健身房的前台接待，那我前台接待，然后我做到那个就是健身房的主管、运营主管，那你们肯定会觉得健身房的运营主管是不是得健身呢？是不是得懂啊？他是懂的事儿吗？就你做这个东西，你自然会懂，能懂吗？会籍顾问，我不是会籍顾问，我是那个前台主管啊，就是店里我所有的我都要管啊，而且就是说，你看我开酒吧了，我是个开酒吧的老板，我之前不喝酒，你们能懂吗？就是我一个不喝酒的人，我开酒吧了，我之前连骰子都不会，专业性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啊？这辽源，你别在那块就是讲其他的，我就想问一下，我怎么可以，你怎么不行？现在有很多人拉不下来脸做服务行业或者伺候别人的工作，
那你想做什么呀，燎原？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生在这个社会，你想做什么？你想毕业以后做老板是吧？你老板也得伺候人客户啊。其他的年轻人，你看到的年轻人，我就觉得你说这个话，我就觉得你的三观就好像就是觉得说，啊，真的有在那个社会的那个食物链那个就是顶端没有这样的人，但好像不是所有人的运气都像你一样。呃，我觉得人生下来都会有一些运气，但我觉得这个运气不是你主导的，就是不是主导你生活的啊。你的运气绝对影响不了，就是说，哎，你接下来的生活你的走向不是这样，一定是你的努力影响的啊，能懂吗？就什么运气好不好这个事儿，那你说我从15年到现在，我一直都在成长，那是我进步了，还是我运气好？嗯，那怎么能是运气呢？孩子们，就你们的思维让我觉得你们有点儿不上进。嗯，主播买房了吗？我买了2套啊，买了2套。就是你们真的就觉得一个人是因为运气好，就是我终于知道，就是为什么就是有些人他就是嗯，就是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之前会接触一些人嘛，就是因为我可能做直播了以后，然后就是这么多年，他们就是啊、会跟我联系，你知道吧？就10年前的人可能会跟我联系，说哎呀，咱们都认识10多年了，你现在就拍剧了，你现在开酒吧了，怎么样的？我说那你现在做什么呢？啊，我还是做那个，你就会发现他的生活一成不变。那你说这个东西赖谁呀？孩子们，你就说这个东西是赖谁？10年前跟我有过交集的人，那肯定是跟我生活差不多，就是相同的人，就是我们可能处在同一个水平线的人物，所以我们才会生活有交集。但10年过去了，他还在那个位置，信心跟信心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有的人的不上进，他是骨子里的，他会觉得，哎呀，社会不好，哎呀，大环境不好，哎呀，就是那个运气不好，嗯，就是这种人，就是我说实在的，就是你总会赖一些东西啊，但前提是，我就觉得说，你们看，就是我觉得我最主要的就是说这几年都在成长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在变化啊，我在变化。变化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行了，那我换一个赛道。你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那个时候我直播大概直播1年左右的时候，我就发现直播行业我已经被抛弃了，就是直播行业我已经玩不转了啊，就发现好多好多主播，然后就在那块儿，哎呀，就是特别牛逼，我就发现啊，我好像比不过他们，那我就转赛道啊。哎，你不是主播吗？你不是长得好看吗？那我走才艺呀、我发歌啊。后来我说我发歌，发歌，然后感觉就大家都知道你会唱歌了，没啥意思。那我拍剧啊，我拍剧啊，我拍完剧了，然后就是有一点小知名度了，我就觉得也挺累的，我去上学呀，对吧？我去上学，我去学了一个音乐，
我上了那个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我上了一个进修班。然后进修班之后，我懂音乐了，然后我上过学了，然后我就算是镀了一层金了啊，镀了一层金了，然后我又拍剧了。拍剧了之后，我发现，哎呀，我光拍剧我不变现不太好，但是我又拉不下来脸儿，我就卖东西。那我变现，那我怎么办？那我开个酒吧吧。我没做过实体，我开个酒吧。我开了3间酒吧以后，然后我发现就是，哎，现在就是疫情之后，确实大家没钱了，而且酒吧行业特别卷。那我接下来我要干什么？我要去北京上学，我要学导演。而且在这2年的时间，我把那个大专的学历补上了。孩子们，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什么呀？没资源咋能说发歌就发歌，说拍就拍？就是大官人在路上，我就可以跟你说，就是说你想做一件事情，哪怕你没资源，你都可以做啊，哪怕你没资源都可以做。大官人就是你说就是我想发歌，我想发就发，就是我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发歌，我想发了我就发了。我就告诉你一点，就是当时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大官人，就是我跟你说啊，大官人，之前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模一样，因为我们不懂啊，我们就会觉得说发歌哎，那肯定得有唱片公司的人帮你发，要不然的话人人都能发了，是不是？大官人，你是不是这个思想？哎，大官人，你是不是这个思想？就是你肯定会觉得说，哎呀，发唱片呢，那肯定是唱片公司，因为普通老百姓都去发，那不就乱了吗？对不对？不是这样，就是我一开始跟你的想法是一模一样，因为我觉得，哎，这个东西我怎么做嘛？后来我就开始就是上网，咱们现代人有一个最好的东西叫百度啊，有一个叫百度，百度就会告诉你怎么发歌啊，它上面就给你标注了，首先你要写歌啊，你要有一首歌你自己的版权的歌，紧接着你怎么发歌呢？发歌其实在那个就是淘宝里边啊，在淘宝里边就会有那种音乐公司代发歌，你给他钱，他帮你代发，但是呢，音乐版权是属于这个音乐公司的，因为他以音乐公司去注册这个你的账号，所以一开始的版权是他的。但是呢，你要有了音乐账号以后，你就可以自己发了，或者说你压根你搞不明白，你就交给他代发，能懂吗，孩子们？这回你懂了吗，大官人？大官人，你懂了吗？就我讲解的够清楚吗？就是淘宝里面会有代发的公司啊，代发的公司就这么简单。那我就发歌了。那有的人说，那你拍电影，拍电影怎么发呀？拍电影怎么发？就很简单啊。首先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人生的事儿啊，不是说一下就都给你了，其实是一环套一环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为什么会能拍电影，因为拍电影首先我们考虑的首先条件是什么？资金。拍电影非常费钱，你们能懂吧？拍电影是非常费钱的，比如说我们要请专业的人去拍，或者说我们要租场地，我们要就是剪片子，这些都得有人去做嘛。好，我给大家说一下我是怎么拍电影的。首先呢，我因为发歌了，我在就是身边的朋友圈里边就是有一点点小知名度了，我有很多粉丝，然后有一个粉丝在自己直播间直播的时候，你看我也影响了很多人，我的粉丝因为我的影响，他去直播间去直播去了，然后他就是想让我给他捧捧场，因为我有点小人气啊，他就觉得说，哎，百里屠夫给我捧捧场，或许有的人就是通过百里屠夫，然后就是更喜欢他之类的，所以我就去捧场了。在捧场的时候，他就会介绍说，这是我的那个好朋友，也是我的偶像，他发过歌，现在在 QQ 音乐
QQ 音乐上有发表自己的那个作品，然后他现在是个歌手。虽然说就是你知道，就是我那个时候还就是我到现在我都称为不上一个专业的歌手，但是那个时你知道要有你的朋友的话，你就会拖着他呀，你就会就是夸他呀，你就会就是捧着他说呀，对不对？你捧着他说，你自己有面子，所以他就把我捧得特别高。恰好他直播间里有一个大佬，就小说都，就小说其实真的是源于生活。他直播间里有个大佬，那个大佬就是没事就给他刷1000块钱1000块钱的礼物，是在咸蛋家，我记得咸蛋家那个时候我忘了是什么礼物，或者说是那个直接是多少钱我忘了，反正就是夸夸一顿刷。然后紧接着那个大佬私底下就联系我了，私底下就联系我，他说那个我不是你们圈子里的，但是呢我最近想那个就是买2首歌给我的艺人。他说你听听那个谁谁说你是那个就是歌手，你会原创，能不能给我写2首歌？我就说行啊，我说那现有的那个作品你就挑去呗，我就把那个就是版权给你，然后你就可以唱嘛。就这么的，我就跟这个大佬认识了。认识了以后，我发现这个大佬，哎，他对我有点意思他对我有点意思。然后他紧接着要捧我去星光大道，先开始要捧我去那个好声音，然后好声音我没去，为什么呢？好声音就是海选的时候就要100万，海选的时候要100万。然后我听到这个价格，我说好声音海选要100万，说这100万给我花多好啊！然后我就说我不去，我不去。其实我没那么说嘛，我不能跟大佬说，我说这100万给我，我没跟大佬这么说。我说哎呀，我不想去了。他说那你想干什么？我说我想去上学。就这么的，我就去上学了。我就去北京现代音乐学院上的学，因为进修班那个时候我的学历是初中，初中没毕业，我就去了进修班。进修班大家知道上学其实，呃，那个时候上学可能一个月的生活费可能5000块钱就差不多了，但这个大佬呢，就可能他也没上过大学，或者说就是他亲戚也没上过大学，所以他就说2万块钱够不够？他每个月给我2万块钱生活费啊！就你们能想象吗？就一个大佬，资产10亿的一个大佬，给我2万块钱生活费，就这样，就是我每个月我真的花不完。而且那个时候我都是26岁了，我不像一帮小孩儿，就是一般的小孩儿就是5000，就是那个就是我花钱我就那个就是都花完了的，不是那个时候我其实就是真的花不完，所以就钱就存下了，存下来以后，然后我就是手里就有个10多万块钱了，我就说那我想拍个 MV，然后就这样我就想拍 MV 嘛，就拍着拍着就变成电视剧了。就这样我就拍的剧。后来你知道，就是因为我的电视剧就是在那个，在那个就是这个圈子里有一点点知名度，然后他看到，就是那个大佬看到以后，就是非常的欣慰。他说：“那你还有这天赋呢？本以为就是你唱歌就可以了，完了没想到你还有做导演、做演员的天赋。说那你要不要继续拍下去？”就这样又给我追加了20万。就这样我就拍了《跟我回家》《等你回家》，就这个剧啊。那你说这个是我要筹备什么吗？不需要，就我有钱。第二点呢，就是说有的人说后期怎么做呀？我一直都觉得，只要你想做一件事情，你就会往这上面钻研。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那个时候就是《跟我回家》的时候啊，跟我回家的时候，大家都能看出来，就跟我回家，他的那个拍摄非常的垃圾。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那个时候不认识所谓的就是摄影圈的人，你们能懂吧？就是我想拍电视剧，但是我不懂，我也没接触过。那我一开始找的人拍摄，他肯定不是拍电影的，而且就是
特别便宜，一天他是500块钱，500块钱的一个摄影师，他是就是拍照片的啊，他是拍照片的。然后我就说那你拍，对，完全不是专业的人士。后来他拍完了，OK，你可以拍嘛。然后再加上我对演戏就是有自己的理解，包括那个时候遇到了龚大虎，龚大虎他演戏他能带着我演，他教我一些东西。后来我们拍的一塌糊涂。那你拍完了，你得剪片子嘛？剪片子我们都不会剪，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小片子，而且我们是圈子里的那个片子，我们不可能拿给别人去剪吧？你们能懂吗？就是我们是同性恋题材的片子，那我们不可能交给专业的那种就是制作公司去剪啊。我说我没办法，那这个东西我只能自己剪，我就学呗，一点一点在那学，就是就看那个教程，就一点学，所以就有了跟我回家。跟我回家所有的剪辑都是我，越剪越顺，越剪越顺，到现在就是说芝麻小茉莉不都是我剪啊？是不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就是你真的想做这个事儿，你一定会往这上面靠啊，除非你有各种理由，你像那个什么燎原似的，你有各种理由。哎呀，我特别喜欢演戏，但是我的普通话不够好，那我不拍了，我拍的话，人家会笑话我的普通话的啊。就有的人就找各种理由，那说白了就是你就是找各种理由，你不做你就不做，你不要找理由啊。那得主要长得好看。你看你们又找这种理由啊，你们又找这种理由。那王宝强长得好看吗？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圈子里长得都是好看的吗？你们找理由要找到什么时候，孩子们？你们为什么一定为自己不去做找理由呢？你不做就是因为你不做，你不要找理由，你吃不了苦，能懂吗？那你看，我没做过导演，我没学过表演，我没学过导演，我为什么能拍这么多剧啊？就是因为爱好。你别管有没有人骂我，或者说你别管我演的多垃圾，我就是喜欢，我做呀。你有什么理由不去做呢？因为你喜欢，能懂吗？而且你们知不知道，就是我做的这些片子，有一些影视公司，大型的影视公司的人在关注，所以我的就在你们眼里是我的运气好，其实不是，这因为你们不知道，就是我们的作品对很多人都有影响啊，就是就是有些东西我不能去说的特别明白，就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某某某某影视公司的高管，他也是圈子里的，他突然看到了这个片子，他就通过各种渠道他联系到我，然后我们见面了。从此我们就有一些互动，有一些关系，认识了，我的人脉打开了。但这些东西我不能拿出面去说，因为这对人家有影响。所以不是说我幸运，是因为我一直在做，你越努力越幸运，然后你就是你不知不觉的，你好像有好多好多的资源了，因为你没有断过，你没有停止，你天天在家待着，你能有什么成就呢？或者说你能认识多少人呢？你只有你一直在做，哎，别人就能看到你，看到你了，自然会靠近你。这回能懂吗？不要给自己不做找理由，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嗯，就是你找理由，我说白了就是你说白了你就是不想做啊，不是，只觉得就是说这样的人就是说基本上就废了，你这号就废了，重新练一个。
啊，水到渠成，不是水到渠成。我真的就觉得说，所有的事儿可能运气是有，但更多的是源于你自己，你不能靠运气。不能说我做这个事儿，我说我赌一把吧，我基本上我赌，我只要赌，我基本上就输。所以就是，比如说考试我蒙题，我都蒙不对，就是我的运气是非常不好的。你能过了，其实就是因为你复习到了，跟运气有什么关系啊？你看，就是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我做酒吧，我做1年酒吧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现在做了将近3、4年了嘛，我这做了3、4年酒吧老板了。我在做第2年的时候，酒吧我就认识了那个影视公司的高管，他就非常认可我的作品和认可我做事儿的一个态度。他就说那什么，他说，你其实应该去学习一下，进修一下。我说，那你上那种学的话，你不得要求学历吗？他说，你现在没有学历，你赶紧去补这个学历。就这样，我在2年前的时候，我就补这个学历，我就一直在，就是弥补我这个学历的问题。所以现在我的学历达到标准了，我可以上电影学院了啊！这是我2年前我就在铺的路，能懂吗？你们能懂吗？你们能懂这种感觉吗？就是我几乎每一年都会为未来几年会考虑到啊，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啊，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我就觉得说各行各业，包括人呐、包括公司啊，他都靠不住啊，他都靠不住对吧？那你为什么你不你要为很多事情你要自己去买单的呀？所以说我现在学历够了，我马上要去进修电影的导演了啊，是不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就是你看你怎么去规划，你怎么理解你的人生，你不要找理由。有的人说我高考考得不好，那你上学的时候你想啥了？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高考考得不好，然后你在那块就是说特别难受了，你真的在乎吗？你在乎的话，你不可能考这点分儿就是你索性你就告诉自己说，我就不在乎，或者说我就玩了，哎这个分儿我心平气和的我接受了，是这么个道理啊，孩子。没有任何一点的，就是什么天上掉馅饼，我是不是这种人？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掉馅饼。那你就想想，就是有那种就是大佬你看，我给大家就是梳理一下这个关系。我是因为我喜欢音乐，然后我出了歌，我出歌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大佬直播的时候认识我了，所以他出了钱让我去学音乐了。我学完音乐，我继续做作品。我没有说，因为大佬给我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说个简单的事儿，就是你们知道为什么有一些主播他干几天主播他就突然消失了吗？你们知道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主播他干了几天主播，他突然消失了吗？你们知道吗？你们不知道？对，哎，单身，对，是的。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我不能说他一定是，就是所有人都是这样，但是大多数的那种小主播被那个所谓的金主砸了钱以后，然后就跟人谈恋爱去了，而且就是一般做主播的大部分都是零嘛。你知道零和一有一个区别是什么？零就是喜欢过小日子，而且在他的骨子里，他其实喜欢那种家庭的感觉，喜欢那种安稳的那种感觉，喜欢那种就身边有个男人零大多数是这样。
但一不一样，一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我要有自己的房，有自己的车，哎，我要有自己的事业，怎么样？我不能一直靠着别人，怎么样？啊，我其实就属于后者，就是你们要知道，就是呃，我不是说就是你们就是我不是给大家说的是什么，就是哎，好像就是有人给你花钱了，然后你就不能退出，可以退出，你退出你还是要做事儿的，能明白吗？比如说一个娱乐圈的女明星，她被富豪包养了，结婚了，她退出娱乐圈了。但你退出娱乐圈以后，你是不是你得在其他行业你得做呀？你只是不在娱乐圈了，你在其他的生活，你在其他的商业圈，你要继续的奋斗啊！你要不奋斗的话，人家富豪人家找其他的女明星行不行啊？跟你过两天过够了行不行啊？你得有自己有价值啊！这回能懂了，就是女明星你可以退出娱乐圈，但是你要是直接在家相夫教子，你肯定会被踹。哎，你要有自己的价值。所以就是我这么多年，我一直都秉承着一个什么道理，就是说，好像就是说，你生活当中有一些贵人，但这些贵人不会让你停滞不前，不会让你堕落下去。就是有的人说我找了个贵人，然后我就安心过日子吧。你们就仔细想一想，一个直播的看你直播的，天天给你刷礼物的人，你觉得他理性吗？宝贝儿们，我就让你们仔细寻思这个事儿啊。如果说你开直播，有一个大佬天天给你刷礼物，天天给你刷礼物啊，然后你想跟他过一辈子，你觉得遇到真爱了，我就想请问一下，就是你觉得一个大佬天天给你刷礼物，然后这是真爱吗？孩子们，你们怎么理解这个话题？一个人喜欢你，天天在直播间里给你刷礼物，没有真爱，有真爱，有真爱，孩子们，我给大家就是说说我的理解。首先，一个大佬他在你直播间夸夸刷礼物，他不可能是第一天在直播间刷礼物，可能你是刷礼物当中的其中一个，然后他最近在你直播间刷礼物，也可能就是说他从此以后就跟你淡出了这个直播间了。但你们想想，你们仔细想一想，如果说你们遇到一个男的，天天在直播间刷礼物，这个人理性吗？就这个人理性吗？我就觉得说，我喜欢的男的都是正常的男的，就是这个正常的男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希望他的消费观是正常的啊，消费观是正常的。比如说，就是你喜欢我，你可以私信我说百里屠夫你好，那个啊，看了你直播有一段时间了啊，知道你最近想做什么啊，我就不在直播间给你刷了，你把账号给我，我转给你，我支持一下。我觉得这是人，这是正常人。那如果说有一个人就是不加你微信，天天你直播的时候给你刷礼物，你们能懂这种区别吗？我更喜欢理性的人，我更喜欢就是真实的人，就是这是正常思维的人，就是他会私底下跟你联系，或者说哎就是不让平台赚这个钱，咱们就是哎就是我就想支持你做这个事情，你做了，然后就是你达到你自己的成就了，我替你开心，对，这是我觉得正常的人。如果说你的男朋友，比如说你跟你男朋友在直播间里认识，他给你刷礼物，然后你跟他在一起了，然后后来你会发现他最近对你不太上心，
你就可以就是去那个抖音直播间，各大直播间，同性恋的直播间，跟你长得有点像的直播间，你去看一看，榜一是不是他是不是在别的直播间也做榜一大哥啊？就这么简单的。所以一定是就是，一定是什么呀？一定是就是你先有作品，然后你借着这个贵人的手，然后你继续往上走，你越走你会发现贵人越来越多，然后最后你会发现你自己不需要贵人了，你成为别人的贵人。嗯，你们能懂吗？你们能懂吗？为啥要找主播？这孩子就是那个蛋神呐、这孩子，你问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可能你年纪不是孩子，但是我觉得你问这个问题，你就是个孩子。为啥找主播？因为不是主播，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呀、那比如说蛋神，我就跟你在聊天，我都不知道你长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甚至不知道你年龄是什么，所以我对你没兴趣，因为我不想花时间去了解。但是主播他的外形啊，他的言谈举止啊，包括他的那个身材啊，长相啊，包括他的那个性格呀，你通过直播你都能看见他。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找主播，大多数人找主播，因为他是没有时间去跟一个 ID 去聊天儿。这回能明白吗？蛋神，这回你能明白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快捷且有效的一个交友模式啊。它足够立体啊，直播它是足够立体的一个东西啊。对，那我就跟一个蛋神在聊天我觉得这个是上个世纪或者说就是10年前可能大家会有这个就是笔友就是什么冰心呐、什么就是传漂流瓶啊，或者说寄一个没有人的地址啊，怎么样，就可能会有这种现在没有了。那大家就是，特别是你知道，特别是有钱人，有钱人他为什么他有钱？因为他每天都在奋斗，他奋斗，他每天都很累，很累，他就不闲着，他不闲着，他就需要快速且有效率的去认识别人，所以就选择了直播选择了直播。你像还有一部分人，他为什么看直播？因为他现实当中，他也没什么钱，他有个流量，他就可以看也有这种可能。都是非常简单省事儿的一个交友方式啊。扒两个饭，冷了。我觉得大部分的主播呀，我觉得大部分的主播，我跟大家说一下，大部分的主播还是想，就是通过做直播找到一个对他又好又有钱的另外一半，你们懂吗？就是大部分的主播，特别是那种就是不太出名的小主播，他们的直播的主要目的就是说，我想找一个对我好且有钱的、对我大方的一个男朋友，所以他们直播这是他们的这个主要的思想。所以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那个就是没什么钱的，然后就是为主播就付出那么多的，我其实是有点着急的。对，有一点点着急，就是你没钱，你光对别人好也不行也不行。嗯，那我觉得你看直播呀，你就看嘛。对，你要是真遇到了，就是说，嗯、你觉得就是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要喜欢一个，就是他是优秀的人，我们要喜欢一个优秀的人，就是嗯，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那句话，就是有的人说哪怕他是个坏人，他只要对我好，我都会喜欢他。就是你们听过这种话吗？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哪怕所有人都觉得他不好，他只要对我好，我就觉得他好。你们肯定听过这句话啊。
我不是这样的人，就是我会听别人的评价。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因为我不够自信呐，孩子们，我不够自信。就是比如说，所有人都说他不好，他就对我好，这可能不是真爱，这是诈骗，你知道吗？这是处心积虑的一个诈骗，就是，哎呀，所有人都说他是个骗子，然后对啊，然后他就对我好，我哪里值得，你知道吧？就是我哪里值得，你知道吗？就是我会很恐慌啊，对不对？他是不是诈骗呢？他是不是啊？他要割腰子，对不对？他把我骗到缅北去了，就有这种可能。而且你知道，就是有的人就是你知道，就大部分的那个就是就是被主播骗的那种，就是粉丝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什么？这个主播他私底下跟我聊天呢，啊，就是他们会说，哎，这个主播他私底下跟我聊天，他肯定是喜欢我。这个主播，你看他每天那么忙，然后他私底下跟我说话，哎，他一定是喜欢我。我给他，就这个事儿，其实我也是曾经也有这么一个经历，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我说完了，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就是有一档节目，就是有一档节目叫《中国最强音》中国最强音，就是非常经典的，就是那个章子怡带出的冠军。你们记不记得这个事儿？就是大英说你带不出冠军，章子怡带不出冠军，它起到一个造型上的一个作用。就是那个冠军叫曾一鸣，那个叫曾一鸣的那个歌手啊，我当时我就觉得他长得挺好看的，而且唱的歌非常好听，所以我第一次就是追星了。然后我好像加了他的那个时候叫公众号叫什么？叫什么啊？叫公众号加了他的公众号，因为那个时候公众号刚出来，他们就作为艺人的话，他们就是那个有公众号，我就以为那个公众号那个是个人号。突然那个曾一鸣就在那个公众号跟我说话了，我整个人我就立起来了，我的天呐，这个冠军在跟我说话耶！我的妈呀，这个冠军在跟我说话，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公众号是就像群发一样，我就说我天呐，他居然微信上跟我说话了，然后我就紧张啊，我就有一搭没搭跟他就是聊天嘛，因为我也不知道回什么，然后他就给我讲他的经历，他就给我讲他的经历，后来我就发现不对劲儿了。因为有的时候我都没问一些问题，然后他就在那块儿说，说，哎，他好像是个那个机器人一样，他就自己自顾自的在那说。后来说了好多好多，我一直都没回复他啊。他说了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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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才知道公众号是群发的意思啊。我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你们能懂吧？就是就是你们可能喜欢的主播，他私底下为什么跟你聊天？可能你们是同一个，就是微信上不是有一个标签吗？微信上有个标签，可能你们是那个粉丝标签里边的，他就会群发，哎，在干嘛？就四五十个人都收到了，在干嘛？他给我发私信，他不是那个又会唱歌又会写歌又会导演又会拍剧，然后他又开了2家酒吧，我的天，他还身体强壮的那个百里屠夫，他居然给我发私信，他是不是喜欢我呀？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听说他有对象，
那我是加入他们，还是搞破坏呢？真的是，他这个时候要跟我告白，我应该怎么办？天哪，他不会为了我跟小大夫分手吧？哎，回复他呢？我要不回复他，他肯定很伤心；我要回复他，他肯定会多想。到时候我无法挽回的一个地步，那我不是千古罪人？怎么办？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吗？就会有这种现象。想太多了，孩子们清醒一点啊！现在是下午，不要做梦了啊！是这样的，这是你都不知道，就是别人给你发的东西，可能给别人发，是不是啊？哎，咱们就是真的，就是给大家说一点，就是看直播就看，对，你要清醒一点，好不好？做噩梦了，宝宝，Monkey，做噩梦了。饭都吃不下，叭说了这么久，行了，小大夫都是下班了，这个让他热不热我吃了。是这样，孩子们，一下午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往心里进啊？真损啊！我到时候给他换个盆儿，我就说这是那个我新点的，你吃去呗。谁家趁八王藏啊？这刚点完都一口没吃，是不是？晚上我有应酬，吃了点米饭，算变不变？行了啊，6点了，6点了，那我得下播了，因为等会儿要喝酒，然后我准备一下，今天晚上应该直播不了，今天晚上周五可能会请他们吃完饭，然后我们可能去酒吧坐一会儿，就这样吧，拜拜啊！想买什么东西去我的小黄车。